今年的立秋太特殊，是典型的立秋下山虎。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一定要注意，有些人是要躲一躲的，还有些事儿要是做得不好，这个秋天就会很难受。现在的人呢，冬天是越发的怕冷，就是因为许多老习俗都失传了。您把这个影片仔细的看完，学习一下自己不知道的传统习俗。今年立秋之后呢，就是秋老虎的天气，指的就是秋后一根入末伏。然而今年的立秋发生的时间和往年是大不相同，今年是少见的下山虎。今年的立秋时间是8月7号，看阳历咱们是看不出来的，这个时间的特殊就是按照农历去算的。今年立秋的时间是农历的7月初4，在农历的6月立秋叫做早立秋，7月立秋叫做晚立秋。立秋之后的秋老虎，晚立秋就叫做下山虎。下山虎又被称作为商人虎，老祖宗拿立秋虎比作下山虎，指的就是这种节气对身体不太好。如果以前您不在意，那么今年的这个晚立秋的节气里，有些习俗禁忌可是要注意了。这里秋下山虎的时间里讲究个躲秋、晒秋、啃秋和贴秋膘。最后这个贴秋膘呢，其实就是让大家吃吃喝喝，但是这个吃喝也是有吃喝的讲究的，不能吃错喝错了，否则到了冬天自个儿难受。您千万要仔细的看完这条视频，免得做错、吃错喝错了。首先，这躲秋应该是传统习俗里面讲的立秋下山虎，5人躲着走，其实就是咱们的属相文化。我们的祖先认为，到了立秋时节，酷暑之气就要逐渐下降了，而阴寒之气随着立秋的到来上升。在这样的变化中，人的磁场和气场比较紊乱，这时人们就容易受到太岁星的影响。按照传统说法，每一年有一个神明掌管人间的大小事物，如果这个人的属相和这一年轮值的神明相冲，就属于犯太岁。在古代，人们是非常忌惮太岁星的，认为犯了太岁，今年就会有灾难或者不吉利的事情发生，所以在特定的时间内需要躲太岁，以此来躲避不好的事情。曾有俗语记载，立秋不躲秋，秋冬是非多。到了立秋时节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躲秋，只是个别属相需要躲秋。按照传统历法计算，今年是龙年，所以今年值太岁的属相是龙。那与之相冲的属相有虎、狗、龙、牛、羊。躲秋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在立秋到来前后1小时，以上5个生肖的人在家里待着，不要出门就行。而今年的立秋时间在8月7日9时8分02秒，大概也就是在上午8点到10点，这个时间段内不要出门，避免和外人有口舌之争，惹是生非。其次是晒秋，入秋之后，这个农作物也要晒，被子衣服也要晒，咱们这个人也得晒一晒。以前还有个专门的晒秋节，
老祖宗交代下来的事儿一定要听话照做，咱吃不了亏，关键这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。这3伏天的天气是又热又潮湿，积累下来对身体不太好。立秋之后咱们得晒一晒，拾掇拾掇，自己也能往外面排一排这积累下来的不好的东西。然后就是啃秋，立秋这天呢要啃，可以啃西瓜，啃香瓜，啃桃子，大多数都是买一个西瓜，全家人围着啃。这啃西瓜也是为了防秋燥。您看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习俗都是有原因的。最后一个就是贴秋膘了，也就是吃吃喝喝。有道是秋膘贴得好，过冬没烦恼。每年这个夏天都被称之为苦夏，一般人的胃口都是不好的，饮食清淡，不光人会变瘦，人的精气元神也会跟着有损。这立秋贴秋膘就是为了把损失掉的给它补回来。虽说是吃吃喝喝，但也很有讲究，也不能吃错喝错，否则不如不贴。贴秋膘也讲究个3多3少。第一，多吃瓜果少吃谷。秋天不比夏天，立秋之后天气开始转凉，瓜果防燥，谷发干，所以要有所取舍。第二，多吃肉少喝酒。贴秋膘就是要多吃肉，尤其是牛羊肉，好吃而且能补。只是很多人呢，大鱼大肉的时候喜欢喝酒，但是啤酒太湿，白酒上火。第三，要多吃黄芪，少吃姜。这个就很关键了。很多朋友都知道夏天是吃姜的季节，咱们主要是喝姜茶的方式来吃姜，但是到了秋天，这个姜茶就别喝了，容易燥，我们得改喝这个黄芪茶。有道是夏去秋来，黄芪拿来。咱们老祖宗那个时代，有条件的大户人家立秋之后都会用黄芪、党参、麦冬、西洋参来煮水喝，老祖宗称之为元气4宝茶。把这4宝放在一起煮个20分钟。有道是风吹一片叶，万物已金秋。在这个秋夏轮转之间，愿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健康。古语有云，立秋3不作，1年并不沾。这简短的话语蕴含着深厚的养生智慧，提醒我们在立秋之际应做到不贪凉，不生气，不躺平，并积极实践贴秋膘，防秋燥，调整作息的养生之道，以保健康平安度过秋季。首先是不贪凉。立秋虽至，但暑热尚未完全退去，而且即便是出伏了以后，也还有秋老虎。虽然它不是真正的老虎，但是秋老虎依然很凶猛，可以说是肆无忌惮。酷热的天气让人也热得难受，此时若贪恋空调、冷饮，或者是洗冷水澡、打赤膊等，甚至是光着身子睡觉，这样不仅容易损伤脾胃，导致消化功能紊乱，还可能因温差过大而引发感冒、关节疼痛等。因此立秋后应逐渐减少使用空调的时间，
调整室内温度至适宜范围，并适量饮用温开水，以温养身体，避免寒凉之气侵袭。其次是不生气，天气燥热，心火旺盛，人容易生气，汗流浃背，工作辛苦，人容易焦躁，遇到不顺，脾气暴躁，人容易发火。立秋来了，意味着夏天即将结束了，夏天的暑气会渐渐退去，秋天的凉风会习习吹来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立秋的时候都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，让情绪稳定，心情好，将烦恼清零，百病消。最后是不躺平，这里的不躺平并非指完全放弃努力，而是强调要适量运动，避免过度懒散。立秋后，随着天气转凉，人体的新陈代谢逐渐减缓，容易出现乏力、困倦等现象。俗话说春困秋乏，在立秋后，很多人就容易犯困，特别是饭后容易犯困，此时适量的运动就必不可少了，不仅能够增强体质，提高免疫力，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心情，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在运动方面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慢跑、瑜伽、太极等较为温和的运动方式，并且要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迎秋皆福事事顺，唯愿美好总相逢。愿夏天所有的遗憾都是秋天惊喜的铺垫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